好，我是 Vivian。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台湾非常知名的饮品，也可以说是甜点——珍珠奶茶。在制作珍珠奶茶前呢，要先把它的主角珍珠给做出来。珍珠呢，其实就是粉圆，粉圆的英文叫做 boba，boba 就是波霸奶茶里面的波霸。到底在家要怎么样做出滑润 Q 弹的 boba 珍珠粉圆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来备料了，材料非常的简单：树薯粉100公克，黑糖40公克，滚水65公克。那我这里是冷的，我等一下呢就要把它加热到滚。淀粉的部分呢，我这里稍微的做一点解释，因为目前中文的翻译有点太复杂、太混乱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用英文的来看。这个通常翻成日本太白粉的，其实英文是写 potato starch。另外，这个写番薯粉，有人写地瓜粉的，就是 sweet potato starch。最后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tapioca starch， 我们称它为树薯淀粉。虽然以上这3种粉都可以拿来制作，但是我实验的结果呢是要用树薯粉的这个口感才正确。用其他的2种粉呢也是可以啦，但是呢通常放冷了以后，这一类的淀粉都容易硬化、老化。只有用树薯淀粉呢，它在放凉了以后老化的比较没有那么明显，所以我建议用树薯淀粉。我们马上来操作了。我们先把水中呢加入黑糖之后，把它煮滚。煮滚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把黑糖水冲入树薯粉当中。如果调出来的面团水分比较多，可以稍微的再多加一点树薯粉再调整。如果是面团太干了，也可以加上少许的冷水，调整面团的柔软度。基本上就是调整到面团不粘手，然后柔软的像粘土一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在工作台上撒上些许的树薯粉，把面团擀薄。擀至0.7到0.8公分的厚度。原本异想天开，以为用切仙草的这个模具呢，沾点粉，一次性的就可以来切这个面团。没想到这类的面团真的太湿太黏了，一点也不适合这个偷吃布，反倒更麻烦。所以还是乖乖的用正统的方式来切吧。稍微的把粘在一起的部分给分开。接下来就是搓圆的功夫咯。这时候就是亲子活动的时刻了，全家通通抓来搓粉圆吧。我稍微讲解一下搓粉圆的技巧。就是找一个比较粗糙的平面，不要太过光滑，我们需要一点阻力，搓成略圆就可以。之后用食指加中指，再加上手掌，慢慢的搓圆每一颗小粉圆。如果搓的后段发现粉圆开始变比较干了，只要加一点水，稍微的重新揉捏一下，再揉圆就可以了。搓好的粉圆呢，我们可以放到密封保鲜盒当中，外面撒上些许的树薯粉，稍微的把粉摇晃均匀之后，盖上盖子，就可以送进冰箱冷冻室，大概可以冷冻2到3个月的时间。这是另外一种搓粉圆的方式，用这种方式也可以，大家想要哪一种方式就自行决定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煮粉圆咯。锅中加入至少1000cc 的水，我加的是热水这样煮起来比较快。记得一定要水滚了才下粉圆否则会煮出一锅像勾芡的芡汁。水滚沸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加入我们的粉圆。下水之后呢，温度会下降，所以我们赶快的搅拌一下，否则粉圆会粘锅3不5时的搅拌一下，避免粉圆粘连到底部。
每煮一会呢，大家就会发现粉圆通通都浮在水面上了。等到再次滚沸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加上盖子，把火力调到中小火，计时15分钟。时间到咯，那我们就关火，盖子不必打开哦，我们就直接再焖1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时间到咯，珍珠粉圆已经完成了，看起来真的晶莹剔透，像是一颗颗的水晶宝宝，好可爱哦。那我们就准备把它捞起来咯。那这类的淀粉的特性非常的特别哦，它们遇冷遇冰就会变硬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呢，捞起来之后呢，不需要冲冰水泡冰块。如果不喜欢黏液的朋友呢，顶多用饮用水冲掉粉圆外表的黏液。那我自己呢是没有冲掉这个黏液，我反倒喜欢这层黏液带来咕溜的口感，就直接在捞起来的粉圆当中拌入糖。主要呢是防止粘黏，然后也可以让糖味蜜到粉圆当中。完成的粉圆呢，我建议大家最好放置在电锅的保温功能保温这个粉圆，因为这一类的材料呢，遇冷就会硬化。放入保温的粉圆呢，也要尽快的食用完毕哦。放置越久呢，口感就会越不好吃。这个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手工自制粉圆。下一集的节目 Vivian 将会为大家分享如何在家调制出一杯好喝的珍珠奶茶，再请大家拭目以待哦。